苦楚之战第2章，会中订婚宴第1集。在上海哥嫂家收到杭州来的求婚信。情敌的存在促使徐永道决定给严宝慧写封信，并打算圣诞节办订婚宴。他深知道面对强敌兵贵神速，当务之急是快订婚。回宿舍后，他坐下，拿起笔，思忖着怎么写才能打动他呢？他受美式教育，习惯美式文风。他心想，他中学时读过美国人 William Strunk 写的 The Elements of Style， 了解美式文本，华丽辞藻少，遣词精准，逻辑严谨，简洁明了，算为上好。美国人作文不像法国人，法国人写东西爱堆砌修饰语，心里有了谱，马上就动手，一口气写10几行，表达他对他的倾慕。他转念一想，何必啰嗦，空费笔墨。这封信要目标明确，既看准了他就是他所等的意中人，就直接求婚。目标明确，信就好写，副稿速成，只等成文。他取一张中央航校公函信纸，先用钢笔写求婚信草稿。 Dear Miss 严宝慧，你从天而降，落在我身旁，适才送你去，我心随你意。霍航线相遇，湖山堂重逢，敦促我决定保护你终生。为兄之使命，待你天路行。深思熟虑后，提笔把婚求，愿得你应允，共成生命恩。Your faithful loving 徐永道。民国25年8月30日，杭州笕桥。他很快写完，重读几遍，对自己独创的白话新诗配英文书信格式甚为满意，只是觉得用公函纸有所不妥。他找到一张质地精良宣纸，用蓝色彩笔画3个边框，上部留白，画出7色彩虹，用小楷把信写在蓝色与7色彩虹围成的空间。 Dear Miss 严宝慧写在首行左边， Your faithful loving 和徐永道分2行写在末尾左边。严宝慧离开笕桥回杭州，次日上午乘霍航线快车返回上海。傍晚，他乘出租车到法租界保罗布路，就是La Rue Paul Bou 12号哥哥家。他一进门，7岁的侄子大喜，6岁的侄女达乐跑过来抢着替他拿包。他笑着说，孩子们不要抢，姑姑给你们带好吃的，杭州香飞酥还有桂花糕。达喜达乐兄妹俩接过点心跑开了。他走上楼回自己房间，换了衣服，刚要下楼，嫂子顾尔杰进来说，宝慧，你哥就要到南京兵工厂当主任工程师，他看上离中央大学不远宁海路一块地，已和顾尔记营造厂签约，准备造一栋有4个房间2层英式小楼。我们以后在南京安家，把现在这栋房子卖掉。宝慧一听就明白，哥嫂卖掉这栋小楼，他就不能再住了。他知道顾尔记营造厂是嫂子娘家开的，现在这栋小楼是嫂子的嫁妆。顾尔杰
是上海顾尔基营造厂创始人顾厚基的女儿。顾厚基已过世，现在由顾尔杰的哥哥建筑师顾尔邦担任顾尔基营造厂经理。顾尔杰的弟弟硅酸盐工程师顾尔底经营顾尔基营造厂子公司厚基水泥。兄弟俩在美国读的大学。严保慧羡慕哥嫂的罗曼史，暗自期盼也有这般福分。在他眼里，嫂子顾尔杰与哥哥挺般配。顾尔杰的父亲顾厚基，严保光的父亲严振山都出身贫寒，经勤奋努力立足社会。顾尔杰的父亲顾厚基，浙江宁波人，在家乡教会学校读到初中2年级。15岁时，生活所迫，离家到户，当木匠学徒。后来，同乡介绍他到外滩工地当监工。他做事细，为人忠心，观察力强，很快摸清营造业门道。他在教会学校读过7年书，会说英文并法文。在一位美国建筑师帮助下，在上海创办顾尔基营造厂。外国建筑师设计楼宇，顾尔基营造厂施工。顾尔基并非基督信徒，但他在教会、学校听过道，坚信行善蒙福，作恶遭报，承建楼宇皆尽心竭力。适逢租界大兴土木，他因口碑好而源源不断接到承建银行大楼并租界洋房工程。他体会到教育的价值，发迹后省吃俭用攒钱，把子女送到上海最好的学校，让儿子顾尔邦、顾尔底去美国读大学工科，子承父业。但舍不得女儿顾尔杰漂洋过海，让她到沪江大学教育系读书，希望她嫁个好丈夫。顾尔杰在读大4时，常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做义工。在一次慈善募捐音乐会上，他认识从法国留学回国不久的工学博士、震旦大学教授严保慧的哥哥严保光。他当时兼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是那场慈善音乐会组织者。他在会场巡视，注意到有位容貌秀美的姑娘，在慈善音乐会专为照看来宾幼儿预备的儿童乐园，教孩子唱歌、做游戏、讲故事，耐心十足又有智慧，把调皮不听话的小孩管得服服帖帖。他被姑娘吸引，假装帮他教小孩，找机会接近他。音乐会结束，严保光请顾尔杰去咖啡厅，从调皮小孩聊到教育学，从教育学聊到家庭，从家庭聊到婚姻，从婚姻聊到伊甸园亚当和夏娃，越聊越投机，四目相对，同感一灵。严保光心里说，他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第2天，严保光托人向顾尔杰求婚。等比他年幼8岁的他大学一毕业就举办婚礼。顾尔杰的父亲顾厚基对这位求婚者很满意，他深知牧师之子严保光虽无丰厚遗产，但家风胜过金银万千。再者，他懂得在乱世中国，严保光的工学博士和教授身份比家业还可靠。十里洋场打拼多年的顾尔基一眼看准这位女婿人选，他为女儿预备的嫁妆就是严保慧眼下寄居的法租界保罗布路小楼。严保光也参与小楼设计，顾尔基营造厂承建。保光为纪念岳父，为这楼取名思故楼。思故楼3字刻在小楼正面墙壁右上角。保慧比他年长6岁的嫂子顾尔杰，他们2个彼此欣赏，相处融洽。
郭尔杰与严宝光结婚时，宝慧的姐姐宝莲刚出嫁不久，宝慧才17岁，还在读中学。郭尔杰去绸缎庄买衣料时，常带小姑宝慧，让她自选旗袍衣料，二人同去裁缝店做旗袍，衣料并裁缝费郭尔杰全包。郭尔杰沪江大学毕业后，在教会学校当校长助理。他喜欢工作，婚后工作到生儿子顾达喜前几天。达喜1岁时添了妹妹达乐，达喜3岁，达乐2岁时，郭尔杰又回到学校工作，不当校长助理了，只教一门课，每周3天有课。郭尔杰出生时，他父亲的事业正红火，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少花园洋房并外滩写字楼由他父亲的郭尔基营造厂承建。他虽家道丰厚，自幼有家谱，但因小学就在每月只回家1次的寄宿教会学校读书，学校里那些从北美大陆漂洋过海来中国的年轻女教师对郭尔杰影响很大。他想象他们那样在社会做事，他接受的教育是人人皆须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负责，并承担社会责任。宝慧从心里敬重出身富裕家庭却没有大小姐脾气，顺服丈夫，温柔能干，慷慨大方的嫂子郭尔杰。她以嫂子为榜样，希望将来嫁给刘洋教授，自己婚后是职业妇女。当她听嫂子说哥哥辞去震旦大学教职，去金陵兵工厂当工程师，十分不解，问嫂子，我哥怎么突然去兵工厂呢？你哥有位同济大学好友，德国留学回国，去南京金陵兵工厂当工程师，几周前回上海探亲。他对你哥说，终日早晚开战，让你哥别在大学象牙塔当教书匠，国难当头，要把握机会为国效力，到兵工厂造枪造炮造子弹才是热血男儿该干的事。你哥一听就动心了。4年前128淞沪抗开战，爸妈被日本人战死，你哥国恨家仇在心，听了好友的话，就定义去兵工厂。郭尔杰说，嫂子，你到南京还教书吗？宝慧问。我想到金陵兵工厂自己学校当老师，教国文、英文、历史都行。郭尔杰说。回上海后，严宝慧一直期盼杭州广安医院院长史密斯的答复。一天下午，邮差送信来，从信封落款，他看出是徐永道发的。打开信，仅1页的求婚诗进入他的视线，字体雄健，中西文风，直白大胆，令他心颤。当他读到深思熟虑后，提笔把婚求，愿得你应允，共成生命恩，心想到底是军人，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难道我就这么答应他这认识才几天的求婚者？他自问。他觉得跟他谈得来，有安全感，心里踏实，但毕竟终身大事，父母不在，还要与哥嫂商议，听姐姐姐夫的意见。他自幼受教，顺服权柄，以蒙主祝福。昨天哥嫂去南京，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他想礼拜天到教会，先跟姐姐说。他知道姐姐宝莲很有眼光，嫁对了人。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您收听收看。